mostly all the time. I think I made a big mistake to let you go, 'cause I'm getting lonely by the day. And days are passing faster ever since you've gone away. 你好，我是赌博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在京都生活的时候，好几次被欧美人误认为当地人，而寻求旅游的建议。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京都，所以无可避免的要推荐那些知名的景点。但只去一个点，其实时间成本有点高，所以我都会从路线的角度来建议，这样时间安排就会比较合理，玩得轻松，也会看得更多。分享3条第一次去京都可以照着走的路线，有古时贵族出游的圣地蓝山，以金阁寺为主的世界遗产路线，还有哲学之道周边的3间知名寺院。从路线规划、推荐理由到出行安排，希望能让还没去过京都的朋友对这个美丽的城市有更多了解与期待。现在就一起出发吧！蓝山是京都西边的郊区，风景非常优美。古时候是贵族的出游胜地，一年四季无论何时过来，都避不开满满的观光人潮。第一次来蓝山，无可避免一定要来世界遗产天龙寺以及旁边的竹林。这里永远人潮汹涌，所以我建议往北边人少的地方走，能体会真正的幽静美景。这条推荐路线从天龙寺为起点，走过竹林，会到精美庭园的大河内山庄，接着去二尊院祈求身体健康，再到有1200尊地藏的爱宕念佛寺，最后在满满古迹的大觉寺结束行程。有3种轨道交通可以抵达蓝山。如果住在京都市区，建议坐蓝电来蓝山，一下车就会到天龙寺了。天龙寺由足利尊氏为了供奉后醍醐天皇，于1339年创建，由禅僧梦窗疏始大师设计。建筑融合了禅宗的简洁美学和日本传统的建筑风格。这里的草原池庭院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为特别名胜的庭院。庭院设计讲究视觉的层次感和空间的变化，借景蓝山，任何角度都能欣赏不同的美景。从后门出去，就会紧接着知名的竹林。不过这里一样人潮拥挤，要非常幸运才能抓到没人的空档，拍出一张带有幽静感的照片。竹林的尽头是一间旅游指南几乎没有介绍的景点——大河内山庄。不过多亏了这里知名度不高，
才能很悠闲地欣赏这里的绝景。大河内山庄是时代剧的名优大河内传次郎花了超过30年建立的庭院，以回游式借景庭园为概念，多样的植栽让这里四季都有不同的感受。庄中门、大成阁、滴水庵是京都有形文化财，建筑本身带有复古的气息，加上背景的植栽，每走一步就像是欣赏各种精美的风景画。顺着小径漫步，会到蓝峡展望台，这里可以看到宝金川及蓝山的峡谷，甚至对岸山上的大悲阁千光寺都看得到。月香亭是另一个可以看向市区的展望台。大河内山庄地势较高，视野很好，加上人潮不多，算是蓝山的秘境。静静地坐在这里看风景，才能感受贵族该有的优雅。往北走到二尊院，这是一间天台宗寺院，创建于9世纪，已有1000年历史。从正门向内延伸的参道，两旁布满红叶，又叫做红叶的马场。秋天的时候，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正殿供奉2位神明，释迦如来和阿弥陀如来，是京都指定的文化财产。也因为这2尊佛像，才叫做二尊院。茶室御园亭曾经是皇室的住所，还能感受这一区建筑的细致与品味。二尊院是岚山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，来这里祈求健康，敲响幸福钟，就能感受心灵的平静。走过嵯峨鸟居本街道，会到爱宕念佛寺。
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寺内有1200座表情不一的罗汉石像，让寺庙庄严的气氛变得可爱起来。罗汉石像整齐地在红叶中排着队，秋天的时候，像是在美景中找回了童趣。看到这些带着笑脸的石像，心情也会跟着变好。所以这里被誉为抚慰心灵的疗愈寺庙。从爱当念佛寺坐巴士92号会到大觉寺。大觉寺最早的时候是皇室别墅庄园，在西元876年变成寺院，寺内全境是国家史迹。这里的庭园也很有名，和天龙寺的庭园非常不同。大泽庭园是慈泉周游式庭园，从船上游园赏景的角度来设计造景，以中国的洞庭湖为蓝本建造的庭园。建筑和周围环境错落有致，是一幅用心布局的画作，也是日本少数有宽广视野的水池庭园。这里有别于日式传统庭园的精巧，反而多了一股气势。即将结束一天的行程，在池水中看见月亮倒影，多了一股文艺的浪漫。这条从天龙寺为起点，大觉寺为终点的蓝山一日游览路线，推荐的原因叫做有大有小。大指的是大景，像是从大河内山庄的展望台，可以瞭望宝金川或是市区的大景，或是大觉寺大泽池的宽阔景色。而小景指的是天龙寺的精致庭园、二尊院的古迹建筑，以及爱当念佛寺的罗汉石像。有大有小，视觉上才有变化。从人潮拥挤到人烟稀少，更能体会宁静的美感，从内在感受这片区域的绝美风华。金阁寺是京都旅游景点中的王者，第一次来京都，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这个让人难忘的绝景。但是金阁寺位在京都偏北的位置，所以只去这一个地方，不把附近的景点一网打尽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推荐把金阁寺、龙安寺以及御寺仁和寺串成一条一日行程。这3间寺院都是世界遗产，各有独特的特色及历史的地位。只要坐59号巴士，就能欣赏世界级的美景。金阁寺的正式名称是鹿苑寺，
因为舍利殿外贴满金箔而得名金阁。金碧辉煌的墙面坐落在反射倒影的镜湖池中，借景后方山体，看一眼就一定不会忘记。走到近处欣赏细节，这一栋是由士丁时代不同建筑风格所融合而成的。2楼和3楼贴满金箔，屋顶还有只金色的凤凰。虽然是世界遗产，但金阁寺在1950年被人放火烧了。现在看到的舍利殿是重新修建的，所以并不是日本国宝。根据一项针对外国人的调查，金阁寺名列最想回访的京都景点前3名，所以被我形容为王者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坐巴士只要4站，就会到龙安寺。建于1450年的龙安寺，用15颗石头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最出名的就是这座结合武士文化和禅的思想打造的枯山水庭园。枯山水里的岩石和细沙看似不会动，但随着光影、天气以及背景的树叶，总有不同的感受。没有变化，却又带来千万种感受，这大概就是禅意的最高境界吧。坐上巴士不到5分钟，就会到仁和寺。仁和寺是宇多天皇于888年建立，住持也多具有皇室身份。仁和寺范围很大，参观的重点分成2区，一区是皇室风格的建筑群，另一区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群。进门左手边，走过御殿建筑，观察书店内部的豪华装饰，还能欣赏雅致的庭园景色。离开御殿，走过中门，会到内部的建筑群。金堂寺仁和寺的正殿是现存最古老紫宸殿。
玉隐堂内保存许多佛像，建筑外的装饰也值得好好欣赏一下。不过，最具有视觉震撼力的，当属这座高36公尺的五重塔。这座塔建于1644年，塔身是上下层大小一致的设计。名胜玉饰樱是樱花之中花期较晚的品种，所以春天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在这边拍摄被樱花包围的五重塔。走在人和寺里，像是走进时光隧道，近距离欣赏皇室的风雅，见证历史的痕迹。这条从金阁寺为起点，仁和寺为终点的路线，有个专属的名字——衣挂之路，指的就是一条连接3个世界遗产的道路。虽然推荐的走法是坐巴士，但如果体力好，用走的也是没问题哦。推荐这条路线的原因是冈楼并济。冈指的是能欣赏到充满阳刚风格的建筑，而楼指的是充满优雅静谧氛围的庭园风景。冈楼交替，形成令人难忘的景色。除了对历史多一分了解，还会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哲学之道绝对是京都最出名的小路之一，但在这里只有走路，绝对会有意犹未尽的遗憾。我推荐把附近的银阁寺、南禅寺以及永观堂连成一条一日行程，用走路的方式就能一网打尽3间经典的寺院。银阁寺位在哲学之道的起点，最适合当作一日行程的第一站。银阁寺的本名是东山慈昭寺，一进门口就会看到这里的2个观看重点，一个是观音殿，另一个是银沙滩枯山水庭园。观音殿本来想仿照金阁寺，在建筑外贴满银箔，但最后没能实现。银沙滩枯山水庭园堪称侘寂禅圈美学的典范，于江户时期打造整片园林。境内高点还能远眺市区，从近景走到远景，在这里参观，感觉心境越来越开阔。
从哲学之道往南走，沿途有很多小店或咖啡厅，想休息就休息，走在这里就是要享受那股悠哉的氛围。哲学之道的命名由来，是因为这里靠近京都大学，常有学者和文人在这里思考，所以走在这里也可以学学哲学家，除了欣赏美景，还能获得灵感的启发。走到南禅寺，会先被高大的山门吸引。如果遇到开放上楼参观的时间，很推荐上来看看。秋天的时候，境内的红叶像是火烧的躁动，让本该庄严的寺院多了一分生动。旁边的水路阁是提供京都干净水源的管道，红砖古墙是另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很多人会忽略本坊，其实这里面别有洞天。除了枯山水样式的方丈庭园，后方木质的穿廊，搭配禅意的造景，加上游客较少，有股闹中取静的从容。从南禅寺走路5分钟，就会到有枫叶之后称号的永观堂。秋天的时候，还有开放夜间特别参拜。夜间参拜其实就是赏夜枫，在灯光映照下欣赏不同感觉的红叶。不过2023年有点偏热，
11月中了，叶子都还没变红。有别于白天欣赏美景的视野，夜间参拜强调的是灯光营造出来的意境。夜晚的水面像是镜子，更能反射灯光照耀下的美景。本来是什么景色都看不见的时间，却被转变为独特的吸引力。参观夜晚的永观堂，像是在商学院上了一课，学到了开发新市场的创意。从银阁寺为起点，经过哲学之道走到南禅寺，再往回走到永观堂的一日行程。推荐的原因是浑然天成，这里紧贴着东山，寺院建筑、庭园造景都和东山融为一体。虽然是人造的景观，却丝毫不会觉得很突兀，像是在自然环境中自我生长出来的景致，有种专属的美感。浑然天成，走在这里的每一步，都像是回归自然的怀抱，没有压力，只有满满的放松与感动。在京都游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像我一样，同时就在想着下一次的计划了呢？京都是个来几次都不够的城市，虽然是针对出访者的行程建议，但我也很想全部再走一次。因为同一个景点，即使参观了3次，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即使是边走边放空的脑袋，却随时接收新鲜的刺激，带来无限的灵感。这就是京都。如果你也喜欢京都旅游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见识这座城市的无穷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